最近这2天，热搜上有个话题真的挺有意思，全网几乎都在猜王一博是不是早就悄悄入党了。说实话，一开始看到这种说法，我也觉得是不是网友脑洞太大，把常规曝光过度解读了。但仔细一扒他近2年的行程轨迹和活动清单，你会发现这还真不是空穴来风。你看啊，从5·4青年节晚会稳稳站在 C 位，到各大国字号的文化、体育、公益活动现场频频露脸，他几乎成了主流媒体镜头里的常客。咱们今天不妨就顺着这个线索聊聊，一个顶流艺人是怎么在流量更迭这么快的圈子里，硬生生走出一条被主流话语体系持续认可的路线的。我个人挺感慨的，在这个什么都能炒、什么都能翻车的时代，有人能靠踏实和清醒走到这一步，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职业定力，也折射出公众对优质偶像的深层期待。这几年主流晚会和国家级活动的阵容，其实门槛早就悄悄提高了。不是光有粉丝基础、数据好看就能上的，更多看的是形象契合度、公众口碑、舆情可控性以及价值观导向的稳定性。王一博能多次站上5·4晚会、国庆相关活动的核心位置，甚至在不少官方宣传片和青年倡议项目里挑大梁，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公众形象已经和主流叙事完成了深度同频。咱们做内容、看演艺圈的人都清楚，这种长期通行证可不是靠热搜买出来的，而是靠一次次不出错、不越界、稳扎稳打攒下来的行业信用。说实话，每次看到他在台上那个不疾不徐、不抢风头却自带分量的状态，我都会想，年轻人能在这种高规格场合保持从容，背后得有多少次默默的准备、反复的打磨和自我约束啊！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红了，而是一种被文化场域和主流平台认可的稳。再往深了看，他参与的国字号项目其实挺杂的，有体育推广、非遗传承、乡村振兴，也有青年发展、公益助学。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就是接个活动、拍个短片吗？但咱们业内人都知道，这类活动对艺人的筛选极其严格，不仅要看当下的热度，更要看后续能不能配合长期宣传，会不会有不可控的舆情风险，能不能真正带动年轻群体参与。王一博能随叫随到，而且每次呈现都干净利落，几乎没有翻过车，这本身就说明他团队和个人的底线意识极强。我有时候跟同行聊天，大家都说现在接主流活动是双刃剑，接好了是背书，接砸了直接掉口碑。但他愣是把这块硬骨头啃成了自己的名片。说真的，这种长期主义在娱乐圈太稀缺了，很多人红了就飘，他却像在完成一项长期修行，每一步都踩得很实，不贪快，不贪多，只求把事做对。咱们不妨把镜头拉远一点，看看现在的娱乐圈生态。今天爆红，明天塌房，后天又被新人取代，这几乎成了行业常态。流量迭代的速度比手机换代还快，资本推得再猛，也架不住人设崩盘。可在这样的环境里，王一博反而像一股清流，不炒 CP， 不立虚浮人设，不碰灰色地带的营销，连私生活都捂得严严实实。你看那些拼命想往主旋律靠拢的艺人，有的靠买通稿硬贴，有的勉强露个脸就悄无声息了，为什么？因为主流圈子要的不是表演出来的正能量，而是骨子里的认同和日常的克制。我个人挺欣赏这种不赢核弹被选中的状态。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认可从来不是求来的，而是你本身的价值刚好契合了时代的需要，是日积月累的言行一致换来的信任。说实话，在这个圈子里做到零负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他愣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低风险资产。从赛车到舞蹈，从影视到公益，他跨的领域不少，但每条线都走得规规矩矩，不越界，不抢功，不卖惨。很多人说他低调，其实低调只是表象，内核是极强的职业敬畏心。你想想，一个艺人能常年保持这种状态，得有多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情绪稳定性。我每次看他的采访或者幕后纪录片，都能感觉到一种把事做好的朴素逻辑，不玩虚的，不搞花架子，就是踏踏实实接戏、练功、配合宣传。这种专业度放在哪个行业都是硬通货。咱们做传播的常说人设一崩，底色难改，他的底色大概就是这种不张扬却靠得住的劲儿，不靠情绪价值绑架粉丝，靠作品和行动说话。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主流平台愿意反复用它？咱们得明白，官方和主流媒体的选角逻辑早就从唯流量论转向了综合风险评估加价值共振。王一博身上有几个特质特别契合当下的需求，一是形象干净，没有历史污点；二是执行力强，配合度高且不摆谱；三是能真正带动年轻群体关注正面议题。
你看他参与的很多项目，播出后，年轻人真的去了解了传统工艺，去关注了体育精神，去参与了志愿服务，这种破圈带动才是主流最看重的。我有时候觉得，他其实已经跳出了偶像的狭义框架，成了一个文化符号的载体。说实话，这种信任不是一天建成的，而是无数次说到做到累积出来的。娱乐圈不缺聪明人，但缺能长期守信的人。而他恰恰补上了这块短板。回到最开始那个全网热议的话题，他是不是早就入党了？其实咱们没必要去纠结一纸证明，因为答案早就写在他的行动轨迹里了。入党从来不是个噱头，而是一种价值选择和责任承担，意味着要把个人发展放进更大的集体叙事中去考量。你看他这些年在青年倡导、公益投入、文化输出上的持续发力，早就超出了普通艺人的商业逻辑。很多人觉得疑似入党是个八卦，但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隐喻，他的个人轨迹已经和主流价值观完成了深度绑定。我个人挺认同这种说法的，当一个公众人物的行为模式、价值输出和社会责任高度统一时，他是不是党员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活成了主流期待的样子。这种知行合一，比任何头衔都更有说服力，也更经得起时间检验。其实王一博的这个案例给整个行业都提了个醒。流量红利总会见顶，但价值认同是长期的。现在的年轻人不缺偶像，缺的是能带着他们往上看、往前走的人。王一博能走到今天，不是靠资本硬推，而是靠一次次不翻车的积累和不张扬的沉淀。咱们做内容、看娱乐圈的人应该明白，真正的顶流不是数据堆出来的，而是社会信任养出来的。我挺感慨的，以前总觉得娱乐圈是个纯粹的名利场，但现在越来越觉得它也在悄悄进化。愿意踏实做事、尊重规则、敬畏舞台的人，终会被时代看见。这种转变比任何热搜都让人踏实，也让整个行业的生态多了一分可预期性。所以啊，全网猜他是不是入党，其实猜的不是身份，而是一种期待，期待这个圈子里能多一些把路走稳、把事做好、把责任扛起来的人。王一博用这几年的轨迹告诉我们，不靠炒作靠实力，不拼流量拼口碑，不追风口追长期，这才是真正的主流通行证。咱们不妨少点八卦，多点理性，看看他接下来还能交出什么答卷。毕竟，在这个什么都快的时代，能慢慢走、稳稳站的人，本身就值得被记住。说实话，我挺看好这种模式的，也希望更多年轻人能明白，走得远，永远比走得快更重要，而真正的认可，从来都藏在日复一日的克制与坚持里。